新手组装效果器盘最容易遇到的5个问题。欢迎回来，冯一慢慢说，我是冯一。今天我们会来聊聊如何组装一块适合新手的 paddleboard。如果你刚开始接触效果器，或是想要组装一个方便携带的效果器盘，那这一集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第一点，你的效果器盘应该要选多大的呢？有些学生可能会觉得我将来会买更多的效果器，所以我先买一块很大的效果器盘。可是你可能就会忽略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需要用到那么多效果器。当你需要用到那么多效果器的时候，你再来选择一块更大的 paddleboard， 应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所以像今天我们的对象，他只需要5颗效果器，那我们就选一个刚刚好，然后让你每一个踏板都可以轻松踩踏到的一个效果器的尺寸，那这样子最刚好了。第二点，应该怎么选择破音？我通常都会建议新手最少选择2颗以上的破音，一颗可以是比较中低频，泛音比较丰富的，那它在伴奏的时候可以带来更温暖的感觉，然后可以衬托到整个乐团的一个厚度。另外一种就是比较 cut through 的，中频比较突出或是比较透亮，那当你要在 solo 的时候，或者做一些 riff 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这2种破音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又有第3种的音色。所以你这3种音色就可以自由的让你在音乐的段落里面充分的发挥不同的特色。有时候你可以是伴奏，有时候你可以是音墙，有时候你可以是 riff， 有时候你可以是 solo。第3点，应该怎么选择你的 delay？ 无论如何，新手尽量都选择有 tap tempo 的 delay， 因为在以前还没有 tap tempo 的 delay 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去算那首歌的那个拍数，或者说提早的先记好每一首歌我应该要调整的那个时间，那个 time。对于新手来说，其实这个是很复杂的。而且第2点是，我们很多的乐手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歌的速度一定都有变化。如果你没有办法 tap tempo 马上去修正你的这个速度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拍点的偏移，那就会导致你的一些写好的段落听起来怪怪的。那现在有 tap tempo 的 delay 非常的多，种类很广泛。可能会有 analog delay， 有 digital delay， 还有一些比较像 tape echo 磁带式的 delay。这3种 delay 都各有特色。磁带式的 delay 可以带来更多的我们叫 wild and fruiter 的比较很像磁带扭曲的声音，它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厚度或是一个声音的扭曲感。analog delay 呢，通常比较温暖，很多人一听就很喜欢。那现代音乐呢，也很常的会使用到 digital delay， 那它的衰退感会比较少，听起来也很干净。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就是 tape echo， 因为它的润色的效果非常的好。如果你能买到一颗 delay， 同时有这3种 delay 的声音效果的话，那就非常好了。第4点 ，reverb 应该要怎么选择 ？reverb 通常有自然的混响，也有一些是比较夸张的效果。吉他手不论是新手还是老手，常常都会被一些很夸张的 reverb 所吸引，然后买到一些功能很强大的 reverb。可是，在录音跟演出的时候，常常因为太享受那个 reverb 的效果了，把它都调得太过深、太过夸张，然后让你的吉他都埋没在那个 reverb 里面。其实reverb 我们通常都会调得比想象中还要小，它才能在乐团的 mixing 里面做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新手尽量买一颗可以同时做到自然的 hall、room 还有 plate reverb， 然后在你想要享受夸张的效果的时候，能够再让你的 depth 还有 mix 调深一点，然后你练团的时候可以用自然一点的 reverb， 自己练琴的时候可以开深一点的 reverb， 同时可以享受到2种效果。第5点，应该要怎么选择电工呢？其实电工有很多种。初学者可能会先买一个简单的变压器，还有一些分阶器。当你没有用到数位效果器的时候，其实都还好。可以当你开始用到一些功能比较强大的 delay 或是 reverb， 它们通常都会有极大的噪音，而且需要很大的供电。那这个时候呢，独立电工呢，通常就是你的唯一选择。独立电工其实很多时候都能够救你一命。因为当你的效果器有一些噪音的时候，演出跟录音的时候，它可能比你弹奏的声音还要大声，所以你的效果器电源能买更贵的就买更贵，因为你买好的，你换盘或是增加不同的效果器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使用。今天我们的效果器盘选择了一个非常轻50×18cm的尺寸，
那刚好呢，这可以让我们放到5颗效果器，而且这个电源还可以放到底下。电工呢，我今天选择的是 MXR 的 Mini ISO Brick。那这个 Mini ISO Brick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因为这个 Mini ISO Brick 在你只有5颗效果器、6颗效果器的时候，它其实非常的好用的。那你只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的效果器只有1颗是需要400 mA 以上。要不然它其他的供电孔是不够供电的。那刚好我们今天的效果器盘呢，就只有 UAFX 的这一颗 delay， 它是需要400 mA 以上，其他的都是在300 mA 之下，所以刚好我就可以用这一颗来供电。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它并没有外置的一个很像我们那种笔电的那种电源，很大的一个长方形，它这是刚好一个插头比较大的那种变压器，所以收纳非常的方便。大部分的我们这种平底的效果器盘，它都能够放在下面。好，然后我们破音啊，今天选择了一颗 Marshall 的 Chrome， 它是比较中高频、比较透亮的。啊，另外一个这是 Noble 很出名的那个 ODR 的 Mini， 然后它也是很有名的中低频比较丰富，然后那个 Harmonix 比较温暖的一颗破音。那今天 Chorus 啊，我们是选择了 Source Audio 的这一款 Chorus， 那它的声音比较温暖自然，而且它的选择也很简单。其实 Chorus 啊，跟 Tremolo、Phaser 那些一样，我们都叫做 Modulation。新手来说啊 ，Chorus 是算是比较好操作，你也比较能够使用它在各种段落的一个 modulation， 所以新手来说，我建议可以先买 Chorus。然后这个 delay 啊，这是 UAFX 很经典的，同时有3种 delay 效果，然后还可以选择不同的 subdiffusion， 还可以选择你的 feedback， 还可以选择你的 mix， 各种的效果。那这个 delay 声音非常的好听。啊，最后这个 reverb 啊也是很有名的。有好几个网红吉他手啊，他都是使用这一个 reverb 啊，它体积很小，而且它的选择很丰富。那它最有名的是自己的 wet 的效果。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试听看看了。首先呢，我会先让我的效果器啊，先尽量的平排在效果器盘上，因为这个效果器盘目前它不算很拥挤，所以我可以让它们的那个距离更多。而且因为我的朋友他是新手啊，所以尽量他都不会脱鞋子去踩踏。就让他尽量，他的鞋子可以尽量踩到每一颗的时候都不会踩到别颗。我觉得现在这个摆位是刚刚好了。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好每一颗效果器后面的那个魔鬼毡。那像这种还没有魔鬼毡的啊，那我们就要帮它粘好魔鬼毡。当你放到轨道式的这种效果器盘的时候啊，你就要注意你放的那个位置，哪个位置才需要粘魔鬼毡，然后就不需要粘过多的。然后第二点，你会看到有些效果器啊，这里会有螺丝的位置，我通常都会尽量避开它。所以你有2种选择，一种就是剪短一点，一种就是下来一点。那我剪的比较长，所以我就放下面一点。这第一颗就粘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我放到很边边角角，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面这里是我会接吉他用的，所以平常我在收纳的时候是不会碰到的。那我就可以尽量利用到整个效果器盘的空间。第2颗呢，本来就已经有粘好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粘魔鬼毡。然后你会看到我装的时候左右这样移动，可以让你的魔鬼毡更好的粘到你的盘子上的另外一面。这一颗我就特别要讲讲，其实这一类型我们叫 3M 的这种魔鬼毡，这种子母扣其实有好有坏。如果你非常的确定你会怎么去安装你的效果器的话，那子母扣它其实是非常牢固、非常的安全。可是平常有的效果器盘是有不固定的，然后常常会切换。那子母扣通常在拔的时候，它上面这个东西就会留在你的效果器盘上，很难清理。所以我自己是不会用子母扣，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子母扣拆掉。把子母扣拆掉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器本身上面有一些橡胶。那这个其实当你没有要放到效果器盘的时候，它算是一个蛮好的设计啊，因为就比较防滑嘛。那因为我们要上效果器盘，那如果你的魔鬼毡直接粘在上面的话，它其实是很容易就会脱落。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把这个去掉。然后注意这种纸，虽然它是有那个保固的效果，可是建议把它贴到别的地方，或是好好的拍下照片，留到你的原厂的盒子里面。因为你的魔鬼毡粘到这种贴纸上的时候，它也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把它拔掉。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电工装到这个地步，你会看到这个效果器盘已经预先的贴好了2块魔鬼毡。那如果你是比较大的电工，你就可以用到2面。如果像我这个只要用到1个轨道的，那也是一样，把魔鬼毡粘好的之后，这样就可以装上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接一下导线还有电源线。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电源，我们这里 UAFX 这颗 delay 需要特别大的电流，所以我们有一个总共有800 mA 的那个孔，我们就留给 UAFX 的 delay， 其他呢我们就可以接到剩下的电源孔就好了。然后这种电源线啊，你通常都会看到2种孔，一种是这种 L 头的，一种是这种直头的。通常为了方便你在组盘的时候可以省下空间， L 头的那边都可以接到你的效果器上，直头就接到你的电源上。然后要注意，很多的效果器电源都有这个电压的切换，如果你的效果器是不能够接 18V 的，一定要记住不要切到 18V， 9V 跟 18V 这个一定要选好。接好电源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接导线。导线也是一样，我通常会选择这种比较薄，然后导线头也是比较扁平的。那因为在我们那个效果器的空间有限，你越买越多效果器的时候，这种效果器的导线就可以派上用场，让你省下更多的空间。而像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 chorus、delay 跟 reverb， 其实都各有2个孔，因为它们刚好都是双声道的效果器，也就是 stereo。如果你接到2颗音箱上面，你就可以听到它两边的效果，可能左边去、右边去，或是说有左右的一些声音的切换。那可是因为我的这个新手的朋友，他只有1颗音箱，所以我们今天的接法就只接1个轨道。所以像这一颗上面有写 Channel 1、Channel 2，就接 Channel 1。通常这种 mono 跟 stereo 的，那我们就接 mono。有时候可能有 L 跟 R 的，那通常都会选 left 那一边。然后像你接上那个导线之后啊，有这种长短的，那因为像这2颗效果器距离还算不错，所以我就算用这个短的，刚好也觉得 OK。可是因为这样看起来它还是拉扯的有点过分，然后我还是想要把它置中一点，所以这个导线我就会换长一点的。那像我选的长一点的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的导线也可以藏到轨道下面，所以看起来也更整洁了。目前看起来呢，导线都接得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要处理一下后面电源线的那个排线了。这些小小的配件就可以让你的电源线可以整理得很干净。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电源线有多长，然后应该怎么样去收比较好看。好，第一个位置我觉得收在这里还不错，所以我就在这边开一个。那因为像这个上紧了就不能回头了，所以我们先不要上太紧，因为等一下可能还要微调。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你要注意你的线啊，不要过度的扯到它。有时候我很喜欢啊，有这种导线，我就可以卡在这个导线下面，它也可以起到这个整理的作用。然后如果我这样整理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只要在这里再上一个锁带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电源线固定好了。上好了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些剩下的剪掉。剪掉之后啊，这个开口会比较刺，所以我通常会把它转下去，不要刺到人，也不要刺到自己。现在我们就把电源线都整理好了。其实整理这个电源线呢，还有很多种比较更整齐，然后更好看的方法。那都可以去 YouTube 啊参考一下别的专业人士。那我自己的做法，通常因为我不想要浪费太多的这种耗材，而且其实效果器盘的确，你可能1个月、2个月就会换不同的效果器，你的排线也会不一样，所以我通常都不会用太多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整齐的话，像这种小配件啊，可能最少都买100到200颗，那把它全部都排满，那你的线就可以排得很整齐了。所以这个背面啊，我们不管是从效果器的袋子里面拿出来，还是放回去，或者说在通勤的过程有摇晃，你会看到那个线都不会乱掉。然后像正面啊，你就会看到很整齐。然后踩踏每一颗效果器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不会踩踏到别的效果器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适合新手的一颗效果器盘，有基本的2颗破音。有1颗很好用的 chorus， 然后有 tap tempo 的 delay， 然后还有可以做出各种效果的 reverb。那这5颗效果器里面，不管是 modulation、delay 还是 reverb， 它都可以做到双声道的声响。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升级到双声道的 setup， 可能买2颗音箱，
或者说有双声道的这个 IR Modular， 那你的这个双声道的声音你都可以直接使用。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了，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效果器盘的音色。我是冯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记得分享、追踪，还有按赞我们的频道，然后欢迎留言，下一集见。